和同事、下属3个月的关系发展，9月4号抽的牌金字塔，今天全是1对1。同事今年6月份入职，和问卜者亲自招聘选择的，是问卜者亲自招聘选择的，但是入职后发现和预期不符，感觉他工作很不灵活，给他安排的事情总是答应的很好，很积极，但执行效果很一般。我也遇到过，因为刚来7、8月放暑假，原岗位的很多工作都没有交接给他，只让他做一部分需要日更的工作，不知道是能力问题还是没开始让他做擅长的事情，所以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。此外，因为该岗位的特殊性，如果再重新招聘，周期比较长，工作会断档，所以暂时不想辞退他，还是比较担心后续匹配度的问题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描述的很好，不会是大厂，语言描述很干脆，信息都很完整。大家觉得恶魔牌感觉对方压力也好大，全逆位，是的，要看一下这个全逆位怎么理解。在这里全逆位怎么理解？看有没有问题提问。对方对工作也不满，问卜者能对他不满。咨询者是领导，他问的是他的员工，大家不要审题要正确。感觉下属也能感觉到他的不满，但2个人都没有摊开。对，这是全逆位很直接的，不要冲江算说的是对的。这组牌就是风元素跟土元素之间的博弈。我们先来看领导，也就是咨询者的想法。牌面为全逆位状态，这可能意味着你在关系中感觉到不适，很好，有印象，但是都没有直接表。对，是的，全逆位这种情况我也感觉不对，我感觉他在耍什么东西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别扭，这组牌很明显的是别扭，但是你是领导，你有啥可别扭的？但是又没有摊开直接的说，对，没有放到明面上的，回避沟通的，所以你就一个人使劲想。是的，这就是这组牌的全逆位。是的，我们就说这个你想说你也说不出来，我觉得这个恶魔逆位，对方你说他完全没有偷懒或者这些吗？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的，所以大家都没有明面上说。恶魔逆位，对方较为务实且富有责任感，规则意识强，同时拥有强烈的欲望和野心，渴望不断磨砺自己。他会很在乎世俗层面的安全感，但是他可能过于担心自己表现不好，不认可，从而缺乏保守，节奏也相对缓慢，产生了怨念。对，这是对的。还有恶魔有个更深层的，我们先回到这个背景和这张恶魔牌，我们要解读的时候先抓重点。我问大家，你们觉得问卜者的感受是否成立？你们觉得咨询者的感受是否成立？其他人觉得都是成立。作为领导审视下属就是不积极，成立。对，所以其实咨询者宝剑9逆位会有痛苦啊，或者会有其实不会直接解释成痛苦，其实就是人又是自己招进来的，悔不当初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你想背景是咨询者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在反思，这是对的。我要其实重点讲的是恶魔。坦白讲，其实对方并没有做到核心工作，这个下属现在并没有入职核心岗位，在这个情况下做你现有的这些日更的工作，产生了恶魔。未来又是一张星币骑士，其实是这2张星币骑士逆位，其实确实是一张不达标或者是工作没有很好完成的一个状态。大家想想恶魔还有在说什么？在这个背景下，恶魔在这个语境下，对方我们除去说他很死板，他也很委屈，他有很多怨念，还有一个恶魔尤其是逆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议题，你想他是全牌中唯一的大牌，原形毕露，使不上劲，他是整个牌面中唯一的大牌，牌应该能力没有问卜者想那么差，我觉得不是能力问题，但是一定是不好，跟这种感觉，老板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差 ，OK， 我想你多好都没有用，我们看结果，软性拿捏不是的，压抑高姿态，用一个词，我不知道可能会有点不太精准，但是我觉得是我能想到最精准描述这个问卜者姿态的，就是好高骛远。这是我觉得在这组牌里面，这个对方会有的一个心态。什么是好高骛远？我原先进来是怎么样的，我现在居然在做日更的工作，我觉得是好高骛远。你们其实后面会在怎么说？我觉得他大的能力没有，但小的工作看不上，这是恶魔。为什么我们会解释为恶魔？还是那句话，他的成果不行。所以我说我能想到的最精准的就是好高骛远。那他为什么是恶魔的呈现形式？就是会有种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帮你做，或者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，
我只是怎么讲，我的能力或者我的欲望和野心，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你想这里面的背景里面有一些错位等等的，所以我能做。所以你说他的态度什么的，我觉得他是有刻意的成分，他因为他的底色，我觉得是他觉得他应该做更大的事情，或者他要做更重要的事情，或者更核心的岗位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唯一的大牌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能力是也就那样，因为他的交付是不行的，有点眼高手低。是的，就一个意思。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这是恶魔逆位，你们说的死板什么都对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为什么它是恶魔的呈现形式？本质上是我觉得它有，这是好高骛远。就是贪杯，你能力不行的情况，因为你要看到这张牌，你未来的发展，它的交付是不好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它又是恶魔的状态，都是土元素。好，这里能理解的扣个1。就是多大的碗盛多少的饭，你不能拿这个油碟，你想要盛一锅的饭。所以它是一张大牌，它想的不只是眼前的东西，它想的是长远的东西，这就是大牌跟小牌之间的差异。可是对于领导来说，就是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想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些具体的事情答应的好好的又做不好？因为想的方面不一样，所以他要从大方向上治他，你不能只是按执行的标准去治他。未来是不是应该说没有应该，我只能说，那如果能力 OK， 未来是不是应该出现国王？那应不应该出现皇后呢？可不可以是力量？有没有可能是新历史？好，看一下，在这段关系里，你可能会反复与关系陷入思虑的状态，不断复盘和回忆过往的经历。他感觉自己不受重视的原因，你可能会反复纠结。我先讲完这个，然后再告诉大家，难以放下过去的事情，同时又对未来充满担忧。对，沟通不畅，也不知道怎么沟通，所以领导也得成长。还有一个就是交付，工作完工不咋地，未来彼此逐渐适应对方的细节，沉没成本，关系架构变动。允许自己有遗憾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工作问题远不到重新开始新生活，但确实可以让他从不找其他人。好，我先回到前面，有觉得不受重视，我们讲的恶魔的这个部分也是有因为不受重视，但是不受重视你产生怨念不代表你能力不行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大家应该有见到过那种能力很强欲望也很强的人，你会发现这种人他就是把眼前的事做到你没得说了，他就步步高升，一路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也还是会遇到有些人上来，我跟你聊2个项目，尤其我现在创业了之后，就很多人有没有时间出来聊点项目。我以前不懂事，我说好出来聊聊，我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跟你喝1杯咖啡，你跟我聊出了个嘚儿，你跟我聊出来了一个未来做 IP 很有市场。我说 OK， 我说 IP 怎么做？可以找代运营公司，然后 IP 一定是未来做自媒体的主力军。我说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不知道。有没有欲望？有。有没有野心？有。要不要做 IP？ 要。怎么做？他不会。这就是大牌跟小牌的区别，我有说清楚吗？所以我说这个人他有不满，他有不甘心，他也觉得自己不受重视，他也确实是觉得我原先岗位跟现在岗位不一样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你现在答应的好好的，可是事情没有做好的理由。那你答应的好好的，但是你的交付和你的执行效果很差，不就是你自己随便做一下，这些都是小事儿，我应该去做更大的事情，那它的底色还是这个部分。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你们说那些都是，但是它是子集的关系。好，这个案例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？现状和未来，我觉得这个同学说的都是对的，尤其现状，只是未来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关系的发展本质上，我给你的东西你还是拿不住，这是最直接画面上体现。我给你的工作你也拿不住，你端不住，所以我还是会告诉这个问卜者说，我觉得这个人后面依然难以满足你的需求和你的标准，而且你会觉得他小事都做不好，处女座他没有办法符合你的要求，并且我不认为他能够承担更大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能掌控好他，我说这个掌控就是管理，让他做好小的事情，做好眼前事，否则他很容易有这种他觉得他要做更重要的更大的事情，但是你又不放心他的这种代差。同时我建议你同时间找其他人，这是我会给他的最直接最实用的建议。就这个人可以用，但他的用是为了你做后面的铺垫，但如果你要信他，我建议你不要信。是的，我觉得还是有人是变动的。好，因为是变动星座，是的。
好，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案例应该有说清楚，是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把恶魔解得浅了。什么叫解浅了？我们如果说这几张小牌其实都很扁平，就指的是这些小牌其实一层解出来差不多了。这个人因为感觉到沟通什么乱七八糟，就现状啊都是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如果这些都是一层的地砖，恶魔它又是唯一的大牌，在这里它是一栋楼，你不能用一个情绪去概括掉恶魔这张牌。这样子的话就会把恶魔解浅了，它是多维度的，因为恶魔这张牌本身就是非常立体且复杂的，并且一个员工的状态比老板的状态还要复杂，并且是这样的背景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我们会只把恶魔当成是恶性竞争、恶意、负面，不止，恶魔是一张非常立体的牌。好，这个案例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？他好像也会去种菜。所以还是要安抚好。这就要看背景了，小团体就要看背景了。但是因为背景里也没有交代小团体的相关的事情。行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啦。